你以为娶洋媳妇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其实在对的地方，华人男生往往备受欢迎。有人曾在老挝街头被当地女孩热情追逐，有人却在某些欧洲城市遭遇冷眼。同一张亚洲面孔，为什么境遇天差地别？接下来我们结合全球网友真实经历、社区分享和跨种族婚姻数据，来深度剖析一下华人男性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婚恋机会，帮助更多单身的朋友们找到最适合的主场。日韩跟中国文化超像，但华人男生想娶日韩媳妇却挺难的。日本妹子看起来温柔顾家，但历史恩怨，社会保守，加上他们对经济和稳定要求高，没钱没稳定工作基本没戏。目前中夫日妻组合才2到3万对，韩国妹子时尚直爽，有些还觉得中国男生温柔会宠老婆，肯分担家务，甚至是韩国女生外嫁首选，约1.3万对，但很多涉及朝鲜族或在华韩国人。总的来说，短期谈恋爱还行，结婚就得面对偏见、公婆压力和文化差异。成功关键是经济稳、语言通，真正融入当地，不然容易碰壁。这里不是婚恋天堂，得有实力和耐心才行。东南亚无疑是华人男性脱单的首选战场，这里不止文化相近，语言障碍小，许多当地女生对中国男生充满好感。越南女生矜持浪漫，喜欢被温柔追求；老挝女生单纯热情，常因你是中国人就眼冒爱心；泰国女生直率现实，匹配成功率高；马来西亚的华人女生则文化无缝衔接，过节包粽子，说广东话，娶回家像没出国一样；菲律宾女生家庭观念强，英语流利，许多人视外国丈夫为稳定保障。根据众多旅行者和定居者反馈，加上 K-pop 和中剧影响，这里华人男生常被视为优质对象，脱单效率极高，堪称性价比之王。华人男性在中亚地区，如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，寻求外国对象并娶洋媳妇，既有吸引力，也充满挑战。中亚女性以混血美貌著称，且当地结婚经济门槛较低，彩礼多以牛羊计算，远低于国内高额要求。许多中国商人通过经商自然结识并组建家庭。然而，伊斯兰教信仰、文化习俗差异、语言障碍以及部分家庭的宗教和民族主义顾虑，往往成为最大障碍，交往过程不易。婚后也可能因生活习惯冲突导致矛盾。实际案例显示，成功者多为长期定居、尊重本地文化并融入社区的男性，而短期游客或缺乏耐心的追求者往往难有收获。总体而言，在中亚娶洋媳妇并非轻松捷径，幸福跨国婚姻仍需建立在相互理解、真诚付出和文化适应的基础上。欧洲并非铁板一块，西欧、北欧如英、德、法和北欧国家对亚裔男生偏见较重，婚恋市场竞争力弱，甚至偶有敌意。但东欧和欧洲小国却是反转天堂，比如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罗马尼亚、摩尔多瓦、北马其顿等地，当地女生对中国男生几乎零偏见，甚至带着好奇和好感。斯拉夫美女柔美动人，女性人口过剩，加上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向往，许多人主动接近华人男生。根据 Reddit 的用户分享，在这些国家生活时，被视为异域富豪，约会机会多。俄罗斯远东地区更常见中俄夫妇。数据也显示，中国男性娶东欧妻子的比例高于反向。在这里，只要尊重当地文化，你的机会远超想象。华人男性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寻找外国伴侣并娶洋媳妇，确实面临一定难度，主要源于西方媒体对亚裔男性的刻板印象，如害羞、
书呆子形象、文化差异以及本地社交圈的相对封闭，导致跨种族婚姻中亚裔男性与白人女性的组合远少于相反情况。数据也显示，多数华人仍倾向于内部通婚。然而，随着亚洲文化如 K-pop 影响力的增强，以及大城市多元氛围的加持，许多华人男性通过提升自信、改善英语、积极参与本地活动、健身和拓展兴趣圈子，成功结识并娶到澳洲媳妇。网友的真实经历表明，澳洲跨国婚姻难度虽然存在，但并非不可逾越，关键在于主动融入，打破偏见，真诚追求，往往能收获跨文化爱情。北美对华人男生娶白人妻子确实难度较大，源于媒体刻板印象，如缺乏阳刚和约会平台的偏见。据统计显示，亚裔男性外娶率远低于亚裔女性外嫁率。但好消息是，随着亚洲文化的崛起，如 K-pop、影视传播和年轻一代的开放， AMWF 亚洲男白女组合夫妇越来越多。机会关键在于大城市如美国、加拿大的西海岸线下社交圈拓展，以及提升自信、外貌和沟通能力。许多成功案例表明，在北美的土地，努力加上文化魅力，往往能逆转劣势，收获稳定婚姻。拉美地区用狂野热情4个字完美概括，这里女生对亚洲男生好奇心爆棚，常因 K-pop 和亚洲文化影响主动搭讪。巴西女生白天文静，晚上桑巴变身派对女王，古铜肌肤和火辣身材让人难忘。哥伦比亚、秘鲁等地的女生视亚洲男生为稀有异域型男，匹配率高。许多华人旅行者反馈，在里约或麦德林 Tinder 在线约会爆匹配，线下见面随手拉你跳舞、喝啤酒的场景更是司空见惯。在拉美，虽有华男表示对安全的顾虑，但真实经历显示，华人男生在这里常被当成神秘魅力对象，短期浪漫或长期婚姻都容易实现，远超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。千万别被媒体刻板印象误导，中东北非其实藏着不少机会。土耳其女生在伊斯坦布尔夜生活中，常把中国男生当成韩国欧巴，疯狂追求。摩洛哥女生混血五官温婉，对东亚面孔充满好奇。阿尔及利亚美女独立时尚，甚至自学中文，为了搭讪来自东方的型男。许多 vlog 和社区分享显示，只要尊重当地伊斯兰信仰和保守习俗，这里女生对中国文化着迷，浪漫进展神速。相比西方的冷漠，这里好奇驱动的吸引力更强。华人男生在当地约会，常常能收获意外惊喜，因此适合寻求独特异域风情的朋友们。出海脱单从来不是简单的哪个国家最容易，而是你是否愿意真心走进另一种文化。在曼谷被奉为男神，你可能在华沙碰壁；在基西讷乌被蓝眼美女融化，又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全球婚恋数据显示，华人男生在发展中地区如东南亚、东欧、拉美优势明显，因为那里好奇与好感多过偏见。总之，吸引力不靠国籍，而是你是否耐心听他唱跑调的中文歌，是否敢陪他看无数次日落。关于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更详细的跨国婚恋分析，我们以后慢慢介绍。